你炒股炒币赚不到钱，就是因为缺乏这套交易知识体系。Hello， 大家好，我是 KK， 我从事交易投资已经9年了。今天我会帮助你系统性的建立交易认知框架。这次的主题会分为交易的本质、K 线的基础认知、交易机制和交易系统这4个部分来进行讲解，并且呢，视频会分为上下2期来分别进行放送。视频很长，内容很干，建议你先收藏视频，并且订阅我的频道，这样呢，你就不会错过加密货币、交易策略、投资赚钱相关的知识了。OK， 让我们 Let's go。好，那今天的课程呢，我会分为4个部分来进行讲解。第一个部分呢是关于交易的本质，在这个板块呢，我们会从原始的交易行为出发，把我们在交易过程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叫做价格进行引入啊。那在金融市场当中呢，价格的表现其实是以 K 线图的形式去展现的，所以呢，这样就引出了我们第2个板块。如果我们要研究价格行为，那我们就需要对 K 线有基础的认知啊。那在第2个板块呢，我就会结合 K 线的构成以及 K 线的常见形态，这些形态呢将会有助于我们对趋势的反转点进行判断啊。在这一个板块呢，我就会统一来进行讲解啊。那在基本了解了 K 线以后，我们如果想要在交易市场当中去正儿八经的开展交易啊，那我们必须要认识当前的交易市场。它可能是股票市场，也可能是加密货币市场啊。那针对这些交易市场当中，我们需要去了解的制度机制啊，了解这些规则将有助于我们在这些市场下更自由的去开展交易。那所以这里就来到了第3个板块，交易的基础认知。在这个板块呢，我会介绍大家常见的一些交易知识点，比方说啊，关于交易方向上。什么是做多，什么是做空啊？那常见的投资分析方法，这些呢都是我们在第3个板块要去掌握的重要知识点啊。好，那在了解了以上3个板块的基础知识以后啊，那其实我们做交易的知识学习最主要的目标就是建立属于自己的交易系统啊。它呢将是指导你去理性的、科学的开展投资交易的一个方法论。那在第4个板块呢，我就会系统的介绍交易系统应该有的框架是怎样的，包括首先要怎样的去选择标的啊，怎样的去确定买点和卖点，怎样的进行仓位管理和风控啊。那这些点呢，我都会在这一个板块去详细给大家讲解到。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先从第1个板块开始啊，交易的本质。那我们平常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大家也是有做过各种各样的交易。那实际上呢，我们结合原始的交易行为可以看到，交易行为指的是有一方作为供给方想要卖出它的标的物，那作为需求方呢，则是去买入它的标的物。那大前提就是通过一个自愿交换的原则来达到各取所需的一个目的，最终呢实现供需双方的双赢啊。那其实呢，在经济系统里面也会去提升一整个经济的效率。那常见的这个交易标的物啊，从现实世界里面我们碰到的一些物交换，再到金融市场里面的一些金融标的物啊，其实种类还是非常多的。那在我们这次课程里面呢，我们讲投资，那肯定我们就主要管这个金融标的物哈。那以这个金融标的物来说啊，常见的像是股票啊、债券啊、加密货币啊这一类的虚拟资产，以及像是一些合约衍生品啊，这些呢其实都是我们作为金融市场里面普通人啊，其实可以参与到去交易的标的物。那从投资的角度来说呢，可交易的标的物那肯定是越多越好。那毕竟呢，多一个其实就多一份机会。只要条件允许的话呢，我个人还是非常乐意有多个股票账户或者是币圈的账号的。那当供需双方发生交易行为时，这个时候呢就会产生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价格。那价格呢指的就是供需双方在交换物品的时候啊，供方觉得这个东西值多少钱，需求方觉得这个价钱我也能接受，那这个时候两方在对这个价格都达到满意的情况下，就以这个价格进行了交易啊，也就是所谓的成交价。那这个价格呢，它本身它是一个主观判断，它取决于你觉得这个物品值多少钱啊。
那以2个例子为例，第一个就是奢侈品啊，那像这种 LV 包包啊卖的这么贵，为什么呢？其实从我的角度来说啊，因为我没有什么物欲，所以我觉得奢侈品就不值那个价啊。当然呢，世界既然给了它认可，它既然能标那么高的价，说明愿意买这些奢侈品的人，他觉得这些奢侈品啊物有所值，就值那个价，他愿意去买啊，那就有人愿意去卖啊。那第二个像是比特币啊，比特币呢在一开始发行的时候，其实连$1的价值都还不到啊。那直到现在啊，最近前2周啊，去突破了新高12万美元。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可以看见比特币本身它是一个虚拟资产，它甚至在现实生活当中根本就不存在。那为什么能拥有这么高的一个标价，而且还这么多人愿意去购买它呢？这个点就非常典型的证明了价格是一个主观判断这个观点。那第二个，价格本身它是会承载一些信息的，这些信息呢，包括一开始的供需，或者是说多空双方的博弈啊，2个人讨价还价，最后决定下来这一个标的物值多少钱。那什么是多空双方的博弈呢？做多、做空、多头、空头，我相信这些词大家应该在日常的社交媒体或者是新闻当中看到过这些字眼。那今天呢，我们就来特地解释一下这些词到底什么意思啊。那首先做多，它指的是你预期未来的价格会进行上涨，所以你就进行了一个低买高卖的投资行为。那我们就把这种行为叫做做多，这个比较好理解。那在我们目前的市场当中呢，大部分的用户其实都是做多啊，也都是多头。多头的意思就是你是进行做多的这一部分用户群体。那做空怎样去理解呢？它指的就是我预期未来的价格会进一步的下跌，那这个时候我介入了我的标的物，在我当前认为我的标的物处在一个高价的时候，我把这个标的物介入以后啊，进行了一个高价卖出了，结果未来的行情，这个标的物的价格如我所料，它确实进行了下跌。那我就在下跌到我心里预期的价格点位以后，我就把这个标的物再买回以后呢，我就把我之前介入标的物的欠款进行归还，从而呢，我就通过这一段下跌行情的趋势吃到了做空给我带来的收益。那我们呢，就把这种介入标的物进行高卖低买的行为叫做做空。那实施这种做空行为的用户群体，我们就叫它空头。那所以呢，在金融市场里面，我们通常去表现这种多空双方的博弈啊，价格上的表现啊，也就是我们会用 K 线上的一些形态来进行呈现啊。这个一会儿的一些图形的形态我会讲到。那第二个呢，就是关于市场情绪和看法，这些呢也会作为信息承载在价格里面。比方说啊，比特币突破了12万的高点，达到了历史新高啊，这个本身是代表着一种市场看多的一个情绪。那第二个，像是一些项目的价值投资，比方说天使轮这一类的，那这些项目值不值这个价，其实呢就取决于市场对它的一个看法。它能融到钱，那确实说明啊，投资方觉得它有价值。那第三个呢，就是内幕信息。这个内幕信息指的就是我作为市场里的投资人之一，我拥有一些其他投资者不知道的重大信息。这些重大信息呢，会对我将来想要购买的这只股票也好，代币也好，会对它的这个价格产生一个巨大的影响。那所以呢，内幕交易指的就是拥有这些信息的人，他会在信息公开之前提前的去建好自己的仓位，那在信息公开之后呢，进行平仓套现离场。那这里举2个例子啊，一个是这个 Genesis 这个币，这个币呢在上币安以前，它内部团队的几个钱包也是按我刚刚说的这种操作囤了一堆这个币哈。后来呢，在币安顺利的上市以后，不到几个小时，那这个币价马上冲高啊，它就快速的进行套现离场。这种呢，我们在行业里面通常会叫它老鼠仓啊。那第二个呢，就是国美的老板黄光裕啊，
这个黄光裕呢也是一样的操作啊，在公司公布重大信息的公告以前啊，去买入自己的股票，然后呢，在公开信息公布以后啊，那再去把这个公司给它卖掉啊，减持，从而呢实现自己的个人的套利。那这种内幕交易呢，是在不管是股市也好，还是加密货币市场也好，其实都是损害我们投资者利益的一种行为啊。那在股市当中，因为有受到监管嘛，所以通常都会严格打击这种行为。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看到价格呢，它不只是一个主观判断，而且呢，它还承载了各色各样的信息啊。那这些价格呢，在金融市场里面的表现，当然这里主要指股市和币圈哈，那主要就是以 K 线的形式去进行展现的。那这个 K 线具体是什么呢？我一会儿啊会有第二个板块来具体的进行系统性讲解。那这里呢，我找了几张图啊，可以让大家看到目前我们 K 线在金融市场里的表现是什么样子的。那以股票的 K 线为例啊，那第二张图呢，就是加密货币市场里面比特币现货的 K 线啊。看上半部分的这个图就可以了啊，这是主图，下面的呢是一些副图。那第三个呢，就是比特币合约的 K 线表现，其实都长得差不多啊。所以的话呢，关于 K 线的这条理论，其实呢不仅是适用于股市，其实币圈呢也适用啊。那所以呢，今天在这一门交易入门的课程里面，我就会结合我们常见的这些市场，把这一整套交易入门的理论一起去应用到这些市场上，给大家进行讲解。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讲解第二个板块，关于 K 线的基础认知。刚刚呢，我们已经知道价格的表现在金融市场当中，也就是以 K 线的形式去进行展现的。那关于 K 线的构成，我们首先来看一下。那我们回忆一下刚刚那张图，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刚刚的这个 K 线的这条曲线，它其实是由一根根的阴阳线去组成的。那这里呢，我放了这个阴阳线的一个图例哈。那这个阴阳线是怎样进行构成的呢？这里面会涉及到几个价格啊。第一个呢是开盘价也就是意味着你当天第一笔交易成交的价格啊。那其次对应的就是收盘价，收盘价对应的就是你这一天里面最后一笔交易的成交价格啊。那除此以外呢，在你这一天的价格波动当中，我必然会存在一个最高价和一个最低价，这两个价格也就这样引入进来了。那以这张图片为例，我们可以看见一根 K 线，它的一个组成其实是由一个实体以及上下两根线段去构成的。那这个实体的两端它的底部和顶部就代表着开盘价和收盘价。那它的这根上下两根线段这里我们叫它引线上面这根叫上引线，下面这根叫下引线。这根引线的最高点和最低点对应的呢，其实就是最高价和最低价。那假如说这样的一根 K 线，在这一天里面，它的开盘价比收盘价低，意味着这一天它是一个上涨的行情，开盘的价格低于收盘的价格。那这个时候呢，这一根 K 线我们叫它阳线那相对的，假如说我这一天处在一个市场低迷的情况，我的收盘价比我的开盘价还要低那说明市场价格一直在往下走。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把这根 K 线叫做阴线那所以呢，总称合起来就叫阴阳线。那除此以外呢，除了阴阳线这个名字以外日本人呢还把它叫做蜡烛图，因为这一项 K 线的技术本身是从日本的蜡烛图进行引进的。所以呢，我们就再去回顾刚刚我找到的几张 K 线图能在这些 K 线图里面呢看得见，不管是股市的 K 线图也好，还是加密货币市场的 K 线图也好，那其实呢都是由一根一根的阴阳线一根一根的 K 线去组成的。这些 K 线的颜色代表了当天的涨跌。所以这样子看呢， K 线对于行情的一个展现还是非常一目了然的。那以这个比特币现货市场的行情来看，在我现在所标注的这个区间段，其实就发生了一段涨势非常明显的上升行情。好，那这里呢有一个小知识点关于这个 K 线的颜色这个颜色呢，在中国和国际上是目前有两套惯例的以中国的惯例来说呢，目前我们红色的 K 线代表着涨绿色的 K 线呢代表跌红涨绿跌。那这里以 A 股和台湾股市为典型代表。
那第二种呢，就是国际惯例啊，叫绿涨红跌，绿色的代表涨啊，红色代表跌。刚刚的那张比特币现货市场的图啊，我讲解的这段上升行情，它其实就是以绿色进行标注的。那这里比较典型的像是港股啊、美股、币圈啊这一类的市场里，都是采用的这个绿涨红跌啊这一套国际惯例进行实行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结合组成 K 线的4个价格来讲一下其中涉及到的一些细节。开盘价和收盘价呢比较好理解啊，刚刚其实已经提过了。那接着我们来看一下最高价。最高价呢指的是标的物啊，它的价格在当天的行情里面一度的上升啊，在上升的过程当中没有坚持住，最后回落了，这个时候呢形成了一个最高价。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以刚刚我举的这个过程看到，其实呢这个价格指的就是在价格上升当中，价格碰到了阻力啊，这个时候呢形成了最高价。那最高价意味着是上影线的顶部啊，那上影线越长，意味着最高价越高，也就意味着它的阻力越强。这里呢，我以实际的一个 K 线形态做了一个说明啊。左边的呢就是一个上影线特别长的阳线，第二个呢就是一个上影线特别长的阴线。当然呢，这2个 K 线它的当中这个实体啊都特别短啊。那这个形态的 K 线说明了什么呢？我们可以看到，首先以这个实体为例，刚开盘的时候，它的开盘价其实是处在你当天最低价，也就是这个下影线的底部啊的附近。后来呢，市场上涨，多头呢把这个价格一度冲到了最高价，但是最后啊收盘的时候回落了，因为它收盘价没维持住多久啊，收盘价最后就回落到了这个最低价附近，冲不上去，那就代表着其实上方有一个比较大的卖方压力。那这种 K 线的形态在实际的行情当中有什么意义呢？这里我们还是分2种情况，第一种是上涨行情，第二种是下跌行情。假如在上涨行情当中出现这种 K 线形态，我们会叫它流星线啊。当它前方一阵子啊出现连续的一波上涨，结果到了这一天啊出现流星线，意味着涨不上去了。那这个时候呢，这一个流星线的信号在我们 K 线的这个技术理论当中啊，我们把它看作是一种比较强烈的看跌的反转信号。当然，这个反转信号这4个字本身，它意味着未来的趋势是很大可能去发生反转，但是它不是一定会发生啊。所以呢，作为技术分析的投资者啊，我们可以不用太去迷信，死板的套用这些结论。但是呢，它本身会有利于我们对未来的趋势做出一些判断。那第二个就在下跌行情当中啊，这种形态再出现的时候呢，就叫做倒锤子线，它就像一个倒着的锤子啊。那在这种行情里面呢，前一段行情啊一直在往下跌，跌到啊这一天出现倒锤子线的这一天的时候，发现跌不动了，开始出现一些多头的苗头，但是多头在这一天没有冲上去。那这个其实意味着它是一个潜在的看涨的反转信号。那这里要注意一个点啊，它只是一个潜在的，就是说还要结合其他的指标进行进一步查看。那所以的话呢，我们就要关注第2天的这个行情。假如第2天是涨的话，那意味着第2天的这根 K 线，它如果比较强势的话，它的这个收盘价能够比你倒锤子的这个实体还要高的话，那它就是比较强势的一个信号。假如第2天都是涨的话，那就意味着未来趋势反转的可能性会进一步增大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前期的这个下跌行情当中，其实有很多空头进来了，空头的这些仓位，当在倒锤子线出现的这一天开始啊，后面出现反转啊，出现了上升行情的时候，其实空头它是会亏损的。那这个时候呢，它就会进行平仓，空头的平仓又会进一步的推动行情的上涨啊。所以的话，这个就是我们这种 K 线形态啊，上影线特别长，实体又特别小啊，这种 K 线形态在不同行情里面的一个意义解读。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一下最低价。
这个最低价呢，相对于最高价而言，其实指的就是当天行情的最低价格。那在价格下跌的过程当中，它不断的下探触底啊，到达了底部以后啊，不能再进一步下探了。这个时候呢，它遇到了一个支撑，那相对的它的价格就会进行回升。所以呢，这个最低价就指的是当天的价格的底部。那以我目前展示的这张 K 线图为例啊，那当这个最低价在 K 线上的一个表现形式，也指的就是单根 K 线它的下影线的最底部，标明的就是它的最低价位。它的下影线越长，也就意味着支撑越强。那怎么样去理解这句话呢？以当前我展示的这一个图示为例，我们可以看见两个 K 线它的下影线都特别长。那解读这个 K 线的逻辑啊，我们可以看见开盘价其实是处在当天的最高价的附近的。后来呢，当天的行情下跌啊，价格进一步往下探，那空头呢就将价格打到了最低价。但最后呢，收盘的时候，它都没有把这个最低价格给维持住，价格呢就进一步回升到了最高价的附近。所以呢，当天的这根 K 线它就表现出了一个有非常长的下影线，那相对的它的实体又比较小的这么一个状态，这样的一个形态就说明它的这个价格当天根本就打不下去，它表明了当天有一个强大的买方在支撑着这一个位置，支撑着最低位。那这种形态的 K 线在行情当中又有什么样的意义？这里呢，我们还是分了两种情况，分别是上涨行情和下跌的行情。那假如呢，这种 K 线形态出现的时候，而且它出现在了上涨行情当中，我们会把这种 K 线的形态叫做上吊线。那可以看见我现在举的这个图示的例子，前面几天其实持续的都在行情上涨啊。那当出现在我鼠标的这个位置啊，它出现了这一根上吊线，那就说明行情不断的涨到这一天的时候，开始出现了空头的苗头啊。只是说呢，在这一天里面，空头没有把价格完全的打下去，因为下方有一个非常强大的买方在支撑着它啊。那所以这一个上吊线的信号，在我们技术理论当中，它其实代表着一个潜在的看跌反转信号。这里还是刚刚提到的注意点，是潜在的。那怎样去论证这个信号是有效的呢？那就要结合第二天其他的这个信号去共同验证。比方说，你第二天以这个 K 线为例，它确实是出现了进一步的下跌行情，那这个时候就佐证了这一个上吊线的看跌反转的信号是有效的。那意味着后续的这一个市场的行情，它大概率会进一步的往下跌。好，那这是在上涨行情里面。接着呢，我们来看这个下跌行情当中，当出现我们这次讲到的 K 线形态以前，连续几天都处于一个下跌的行情，那直到有一天不断的下跌这一天我们碰到了这一次我们讲解的这种 K 线形态。那在这种行情里面，我们会把这种 K 线形态叫做锤子线，它就像一个小钉锤。那这一个锤子线它的一个含义，意味着前几天行情不断的在进行下跌，到了这一天出现锤子线的这一天，发现空头前几天一直在打价格，到了这天呢就打不下去了，相对的出现了一个比较强势的买方支撑位。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把锤子线在下跌行情里面的寓意看作是一个非常强势的看涨的反转信号，意味着后续大概率会出现趋势的一个反转。锤子线的意义相对于上吊线的意义来说，它的信号的强度会更加强烈一点。好，那刚刚呢，我就已经结合我们 K 线组成的这4个价格，并且呢，在每个价格当中把一些 K 线独特的形态已经给大家做了一些讲解。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进一步看关于这个 K 线的时间单位。那 K 线呢，它是存在不同的时间单位的，从分钟、小时线，再到日 K、周 K、月 K。那按字面意义上去理解的话，以日 K 来说，它当天这一根 K 线的4个价格，指的就是你当天的最高价、最低价、开盘价和收盘价去组成的。那周 K 的话，就同理是你这一周开盘的价格、收盘的价格，以及这一周里面的最高价和最低价组成的这一根周 K 线。
那这里呢，我们可以看见这么多 K 线，那就有朋友可能会问哈，我应该以哪一根 K 线为主开展我的投资分析呢？那这里主要就是结合你的投资风格啊。假如你是做中长线交易的，比方说你的交易频次是几个月以上的，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以周 K 为主。比较典型的人物就像巴菲特啊这一类的，他们是不看日线的。那相对的呢，如果你是做短线交易的，你的交易频次在几周到几个月，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以日 K 为主。那像我呢，主要平常就是做短线。那当然呢，还有做超短线的，它的一个交易频次就会更加频繁啊，是在几天，甚至是在日内啊。这种呢，在币圈特别常见，有很多全职炒币的。那这个时候呢，他关注的 K 线主要就是小时线和日线了。那这里呢有一个注意点，相对于我们选定的投资市场来说，特别是币圈，它是一个24小时交易的市场。那它的开盘价和收盘价都是相对于它的时间窗口而言的。比方说我的日线日 K， 一个自然日就是一根 K 线，并且呢它会受到时区的影响。那最好呢，如果你选择的投资市场是加密货币市场，你做的币圈交易最好是以美盘的交易时间为主，也就是纽约的工作时间。因为呢，目前币圈交易的用户主要还是以老外为主，那所以你需要重点关注美盘，其次就是欧盘啊，欧洲的那一块的时间。他们时间段重叠的区间啊，这个期间就非常重要，因为这段时间呢特别容易出现大行情。如果你是做短线交易的呢，日常就要密切关注这一个时间段。那以上呢，我们就已经把 K 线的构成以及要注意到的一些细节点已经讲到了。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块，就是关于 K 线的形态。那这里呢 ，K 线的形态有它本身单个的形态特征，也有组合的 K 线形态。除此以外，当你的 K 线的数量不断的增多，一天一天的不断累积，那这个时候呢，一根根的 K 线也就形成了趋势。那针对单个形态来说呢，其实我们刚刚在讲解 K 线的构成啊，最高价最低价的时候，已经给大家去讲解到了一些单个的 K 线形态，比方说锤子线、上吊线、流星线这一类的，它都有自己各自的信号的意义，在不同的行情里面。那接着呢是 K 线的组合形态，组合形态它就意味着它通常会由2到3根的 K 线去组成一个趋势信号。在理论当中，其实有像十字星啊、启明星啊、黄昏星这一类的组合形态。今天我们入门课暂时不进行讲解，后面呢我们可以针对 K 线单独再做一块课程讲解。感兴趣的呢可以先订阅 KK 的频道，后续我们来进行进一步的深入讲解。那接下来就是第3种啊，刚刚提到很多根的 K 线啊，它们组合起来啊，也就形成了趋势。趋势在我们日常做技术分析的过程当中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点。那我们在做交易的初始阶段，最重要的技能也就是识别当前的趋势。对于普通人来说呢，我做的最好的投资策略，胜率最大的一个投资策略，也就是做趋势交易。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讲一下这个趋势哈。那趋势交易的理论源头，它来源于道氏理论。这个道氏理论呢，它几个观点。第一个呢，它是把我们日常的市场当中的行情分为3种趋势。第一种的话叫做长线趋势，这种长线趋势呢，我们比较常见的像是牛市、熊市啊，以及非常长周期的盘整期啊、震荡。只要是时间持续在1年以上的，我们都可以把它看作是长线趋势。那第二个呢，在道氏理论当中，它提出了中线趋势。中线趋势的这个时间的长度，相对于长线趋势来说就会更短。这些中线趋势在行情里面的表现啊，它主要就指的是对于长线趋势而言，它发生的一些回调、修正啊，比方说我在漫长的熊市期间，我中期可能会出现一些反弹，那这种呢，我们都把它叫做是中线的趋势。那第3种呢，叫做短线趋势，它主要指的就是日内的一个波动啊，甚至是不到1周的。那这种非常短的波动啊，就像湖面上的涟漪，在这一个理论当中，它把它称作是短线趋势。那日常的行情的分类啊，关于趋势的分类，基本上就可以分为刚刚的那3个大类。这里呢，我就以
比特币现货市场的行情去讲解一下刚刚的这3个概念哈。那这里呢，我演示的是周 K， 并且呢，我把刚刚提到的几个概念以箭头的形式呢，在图片上去标注了出来。那以这个绿色箭头为例，两侧的绿色箭头，我们可以看见这2个绿色箭头下对应的行情趋势，它就是一个长线趋势一个牛市的一个状态。那相对的呢，我红色箭头的位置就是发生了当时比特币暴跌行情后续呢就持续转入了漫长熊市期间的一波趋势。那这一波呢，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熊市的下跌行情。那第3个蓝色的箭头这个部分那可以看到第一波比特币的价格打到6万多的时候这个时候呢进行了一波回调。那这一波蓝色箭头的回调，我们可以看作是中线趋势。除此以外，在最近的这一波牛市的行情当中，我们也可以看见比特币经历了这个漫长的寒冬期以后蓄力开始币价上涨。那在上涨到6万多的时候这个时候呢盘整了一下出现了一定幅度的回调。回调过以后，进一步的往上冲上冲到这一个时点应该是10万的时候，又一次出现了回调，接着呢再进一步往上冲，也就在前2周这一个最高点呢就是前2周的最高点12万。所以呢，以这个比特币的 K 线展示我们可以把刚刚讲解到的几种趋势就在这个图里面去展示到了。那对于普通人来说，我们最明智的投资策略也就是做趋势交易这一种趋势交易的交易策略，它的胜率呢就会更大。那什么是趋势交易呢？意味着当你发现行情出现了上升的趋势，你买在了行情出现上升趋势以前，并且当行情进一步上升到顶部以后，你进行了卖出，那这个时候你就吃到了这一波上涨趋势的波段收益。那相对的，假如你会做空的话，在下跌的行情当中，你介入了标的物，卖在了这波行情的最高价。后续呢，当行情进一步下跌，跌到了底部的时候，你进行卖出然后把你借来的标的物进行归还。那通过这样的过程呢，你也就实现了基于这一段下跌的趋势，实现了波段的收益。所以呢，对于我们普通人而言在做趋势交易的这个事情里面，最重点的事情也就是去识别反转点。什么时候出现行情的反转，那我们就基于这个反转点给我们带来的这个信号，以及后续如果行情确实如这个信号所料进行了进一步的反转，那我们就可以去做右侧交易，顺势而为，因为趋势已经形成了。这里面呢，怎样识别各种各样的趋势？那里面呢，依然会跟我们刚刚讲解 K 线的时候一样，它存在各种各样的一些趋势的形态，比方说头肩顶圆弧底之类的。那我们呢，就需要基于这些趋势，除此以外，要结合 K 线以及基于 K 线衍生出的相关的技术指标，来综合性的进行分析，去怎样的开展趋势交易。那这一块的内容比较多，感兴趣的朋友们呢，可以关注 KK 的频道。那这一块后续我们单独出视频来讲。那关于趋势交易这一套技术理论交易战法，它能够应用在哪一些投资市场当中呢？目前呢来说，像是我们普通人能够接触到的股市假如你能够接触到加密货币市场的话，那就更好了。那由于我们这套技术理论的话，它基本上是通用的，所以的话呢，一通百通。那作为我们想要交易的标的物来说，越多越好嘛，你多一种标的的类型，我就多一份投资的机会。那至于呢，在交易的方向上，从我的角度来说呢，做多和做空最好都能够学会。那在我们现有的市场当中，大部分的投资者其实都是做多为主。作为普通人来说只做多，当然它简单一点但是呢，相对于如果你还会做空的话那就更好。因为只做多呢，它其实你吃到的波段就少一点嘛，你就少挣点钱，因为你等待的时间会比较久。特别像是 A 股牛短熊长的这个特征是特别明显的，在过去你牛市就只有几个月，熊市呢长的时候就是3、4、5、6、7、8年吧，这个也都说不定。所以的话就比较坑。
那当然今年除外啊，今年这个慢牛的行情已经由官方拉动了，这个我之前在3月份的视频里面也已经说过。那我建议呢，我们普通人来说啊，可以先学习做多啊，把做多做熟练了，然后呢再去学习做空。它的这个理论的逻辑其实是一样的啊，只是说你做的趋势相反而已。我们平常要怎么样去进行做空呢？那现有我们股市和加密货币市场其实都有提供做空的工具。以股市来说啊，有融资融券的业务；在加密货币市场，我们有杠杆借贷啊，有合约这一类的工具呢，都能够去帮助你实现做空的一个投资目的。那刚刚呢，我们就已经基于 K 线的不同形态以及趋势交易的概念，引出了普通人的最佳投资策略，就是趋势交易。那除此以外呢，我们技术流当中对于 K 线本身衍生出来的各种技术指标啊，在现有的理论当中呢，也比较成熟了。这些指标呢，它可以适用于趋势类的行情，也能够适用于震荡类的行情。技术指标的类型呢是比较多的。那今天的课程里面呢，我不会进行讲解啊。那后续我们单独出2期视频啊，对这些技术指标进行进一步的分析，对它的应用场景进行介绍啊。那目前我列出来的这些技术指标呢，大家看到有一些也是比较眼熟的啊，比方说 MA 均线、MACD 啊，最主流的技术指标。那除此以外 ，KDJ 啊，随机指标。那之后呢，我还演示了怎样在我们 K 线的图表上去把这些技术指标给它配置出来。那这里呢，我展示的是以太坊啊现货市场怎样在 K 线图表上配置技术指标的表盘。那后续呢，我们再进行进一步的详细讲解。那刚刚讲了这么多，关于 K 线呢，我们其实最需要关注的一点就是我们不能单独的去使用 K 线的形态也好，组合形态也好，去单独的看待它，而是呢，我们应该把 K 线跟其他的指标进行共同的组合使用，一起为技术分析去奉献它的一份力量。那这里面呢，我们其他的指标，比方说一些交易类的指标，像是成交量啊，那怎样使用成交量的图形跟 K 线一起进行量价分析，这一块呢，也是在技术分析的过程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知识点。那这一块呢，展开来说也非常的多哈。那所以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个概念，先铺垫一下，后续呢，我们来填坑细讲如何进行量价分析。那第二块呢，就是刚刚提到的基于 K 线的各类的技术指标，怎样跟 K 线本身结合在一起使用。那这一块呢，也需要我们当前记住哈，它们是要一起综合使用的。后续呢，我们在介绍了一个个技术指标以后啊，再把如何进行组合使用的这些方法交代给大家。OK， 以上呢就是本期的交易干货分享了。想要领取演示文档的朋友们，可以联系 KK。下期我们就会基于常见的投资市场，比方说股市和加密货币市场，系统性的进行交易机制和投资方法的讲解。除此之外，我还会帮助你搭建属于你自己投资风格的交易系统框架。快来订阅我的频道吧，咱们下期见。